张元启。又来了，真巧呀！我上班跟你顺路，搭你趟车呗。好。提车后第一天，女邻居沈玉就天天准时堵在单元门口搭我车，说顺路，蹭车从不说谢，更不提油费，还总趁我开车时偷摸翻我后座的包，偷吃我零食，顺手拿走我车上纸巾。越想越害怕，干脆把车一直停在停车场吧。惹不起，我还躲不起吗？你好，是张元先生吗？这里是城南派出所，您方便过来一趟吗？请问是什么事？有位女士报警称您失踪了，在地下车库，形迹可疑。张元启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张先生，沈女士报案说你失踪了。从监控看，你3天前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小区地下车库。我一直在正常上下班，没有失踪。可是你的车一直停在车库里，我每天经过都看到，整整3天了。我车停着，不代表我失踪了吧？我就是想省点油钱，坐地铁上下班，有什么问题吗？不是的，那天我看到你从银行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袋子，放进了车里，然后你就再也没开过车。什么黑袋子？什么银行？我最近一次去银行都是半个月前的事儿了。你慢慢说，说清楚。就是3天前下午3点左右，我看到张元启从小区对面的银行出来，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手提袋，看起来沉甸甸的。他直接去了地下车库，把袋子放进了后备箱，然后他的车就再也没动过。我以为你出事了，张元启，我真的好担心你。如果不是知道他这3天对我的所作所为，我差点就信了。张先生，有这回事吗？没有，我这半个月都没去过银行，更没有什么黑袋子。可是我看到你提着一个黑袋子从银行出来。你看到什么了？王警官，我能问一下吗？这位沈女士除3例报警，她还做了些什么？我们调取了小区的监控录像，包括地下车库的。过去3天，沈女士每天都会到张先生车附近停留，但昨晚的监控显示，你试图打开张先生的车门。我只是担心张元启，我怕他是不是在车里出事了，我没有。我只是想确认张元启不在车里。你想确认我在不在车里，为什么要带工具？沈女士，你需要解释一下。钱，你把那笔钱藏哪儿了？我亲眼看见你放车里的。什么钱？我车里从没放过现金。别装了，黑色手提袋，我亲眼看见的，最少有20万。沈女士，请冷静。我怎么冷静？他拿了我的钱，那是我的钱。你的钱？我拿了你20万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就是上个星期我放在家里衣柜的20万现金不见了，整栋楼只有你最可疑。你刚买了新车，哪来的钱？然后我就看到你拿着黑袋子从银行回来，那不是我的钱是什么？原来如此，什么担心我失踪，全都是幌子。他真正想要的是找个借口搜查我的车，找他那所谓的20万。沈女士，首先，我买车的钱是我工作5年攒，有银行流水可以证明。其次，我车里从没有什么黑袋子，更没有20万现金。最后，如果你真的丢了20万，你应该早就报警了，而不是等到今天用这种荒唐的方式。沈女士，关于你声称丢失20万现金的事，我们需要详细记录。但首先，你昨晚试图打开他人车辆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。还有，沈女士天天在单元门口堵我，我不答应蹭车，她就不高兴，这也是为什么我把车停回车库的原因。警察同志，我们接到通知就赶来了。关于张先生的车，我们有一些新的监控资料需要提供。什么资料？是停车场的另一个角度摄像头拍到的，时间也是昨晚。昨晚11点50分左右，沈女士不仅试图打开张先生的车门，还从包里拿出一把工具，试图撬开后备箱。我只是想拿回我的钱。沈女士，你涉嫌非法侵入他人财产，请跟我来一下。张先生，今天的事情我们会依法处理。关于沈女士声称你拿了她20万现金的指控，如果查无实据，这就是诬告。警官，我能问个问题吗？你说，沈西说她丢了20万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她编造的？不好说。如果她真的丢了这么多现金，她应该第一时间报警，而不是私下采取这种行动。我们会调查清楚的。1个月前，我还是个为买了新车而开心的普通人。1个月后，我坐在派出所里，被邻居指控偷了20万，生活有时候比电视剧还荒诞。
张先生，今天的事很抱歉，沈旭这3天确实一直在你的车附近徘徊。另外，我们查到他最近在小区里向多个邻居借钱，但具体原因不明。借钱？沈西在向邻居借钱？他不是声称自己有20万现金被偷了吗？怎么又会到处借钱？沈西到底想干什么？他真的丢了20万吗？还是说这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闹剧？如果是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沈一第一次来蹭车时，他坐在副驾驶，似乎一直在观察我的车。但现在想来，他的目光太过专注，太过仔细。旭姐对我的车这么感兴趣，也想买一辆啊？没有啊。现在看来，他可能在找别的东西。难道真的是在找钱？如果他真的有20万现金，为什么还要到处借钱？如果他没有，为什么一口咬定我拿了？疑点太多了。园子，出事了！什么事儿？你们小区有人在业主群里说了，说有个女的报警抓你，说你偷钱，真的假的？业主群里已经传开了，这么快？是我邻居，他报假警说我失踪，实际上是想搜我的车，找他所谓的20万现金。20万？你有吗？我有屁！我买车都差点分期。园子，这事儿不对劲。我刚刚看到一个视频，在小区群里转发的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什么视频？好像是沈西在小区里哭诉的视频，说你偷了他的救命钱。发给我。我真的活不下去了，那是我妈做手术的钱，20万呀，就这么没了。真没想到张元启是这种人，平时看着挺老实的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啊。不仅报假警，还在小区里造谣。我看到他从银行回来，拿着黑袋子，我本来不想怀疑邻居的，但我妈等着做手术啊。这不是误会，这是有预谋的陷害。但为什么我和沈毅无冤无仇？不过是他蹭车我没同意，他偷吃我零食我发现了几次，就因为这些他要毁了我。不可能这么简单，一定还有别的。先生，你要去哪儿？我们已经绕了快半个小时了。去中山公园吧，我想静一静。3天前，也就是沈西说我拿黑袋子的那天下午，我确实出门了，但不是去银行，是去见了一个客户。那天下午3点左右，我正在客户公司楼下等电梯。那个时候，沈西怎么可能在小区看到我从银行回来？时间对不上，除非他故意说谎，编造了整个故事。但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就为了诬陷我偷钱？还是说他想通过这种方式逼我做什么？我犹豫了一下，接了起来。张元启吗？一个陌生的女生。您是哪位？我是沈旭的姐姐，沈绵。我愣住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妹妹做的事，我很抱歉。沈绵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但她不是坏人，她只是病了。病了？她有精神问题，妄想症。她说你偷了她的钱，是因为她真的相信自己的钱被偷了，但那些钱根本就不存在。我握紧了手机，你是说根本没有20万现金？没有，我妹妹半年前丢了工作，婚姻也出了问题，精神状态一直不好。她说有20万现金，是她幻想出来的。我们家人一直在带她看病，但没想到她会做出这种事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对不起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沈绵继续说，我们会赔偿你的损失，也会在小区里澄清这件事，请你不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，好吗？他真的需要治疗，而不是坐牢。我沉默了。如果沈绵说的是真的，那么沈旭确实是个病人，但视频里他哭诉的样子，在派出所指控我的样子，都那么真实，那么有说服力，真的只是妄想症吗？我需要时间考虑。我最后说。挂断电话后，车子已经到了中山公园，我下了车，找了个长椅坐下，脑子里乱糟糟的。如果沈旭真的有精神问题，那么这一切就说得通了。但为什么是我？整栋楼那么多邻居，为什么偏偏选中我？就因为我是新买车的，还是因为我看上去好欺负？我靠在长椅上，闭上眼睛。也许我应该接受沈绵的解释，不再追究，毕竟和一个病人计较没什么意思。但心底总有个声音在提醒我，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。沈旭在监控里的表现太冷静了，他选择时机避开其他摄像头，还准备了撬锁工具。这不像是一个精神病人的随机行为，这更像是有计划的行动。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物业经理。张先生，有个情况需要告诉你。什么情况？我们查看了更早的监控，发现1周前，沈旭曾经带过一个陌生男人进入小区。那个男人在你们楼下转了很久，还拍了照片。我坐直了身体。什么样的男人？40岁左右，戴着帽子，看不清脸，但沈旭和他看起来很熟，两人一直在说话。
什么时候的事？上周3晚上8点左右。上周3，那是我提车的前一天。沈旭带一个陌生男人来小区，在我楼下转悠，然后第2天我开始被纠缠，这中间有没有联系？还有，物业经理继续说，有邻居反映，沈旭最近一直在打听小区里谁家有钱，谁家最近有大笔支出。他特别问了关于你买车的事。我的心沉了下去，这不像是精神病人的行为，这更像是踩点。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公园里来来往往的人，平静的午后，我却感到一阵寒意。也许沈旭的精神问题只是幌子，也许他和那个陌生男人是一伙的，也许他们早就盯上了我，或者小区里的其他人。而所谓的20万现金，不过是个借口，一个可以光明正大搜查我车辆的借口。但他们想找的到底是什么？或者说我有什么？我站起来，决定回小区看看。不管沈旭是真的有病，还是另有所图，我都得搞清楚，因为我知道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。到小区时已经是下午3点，刚进大门我就感觉气氛不对劲。几个正在遛弯的大妈看到我，眼神躲闪，低声议论着什么。门卫老张原本在喝茶，见我进来，放下茶杯，欲言又止。张先生回来了啊。张叔，今天小区里没什么事吧？老张摇摇头，又点点头，最后叹了口气。张先生，业主群里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，有些人就是爱嚼舌根。我心头一紧，群里说什么了？老张掏出手机划了几下，递给我。屏幕上业主群的消息已经刷了几百条，最上面是一个视频，正是沈旭在花园哭诉的那段，下面跟了无数条评论。真看不出来啊，平时挺斯文的小伙子，20万啊，这得判多少年？听说警察都来了，抓走了？没抓走，调解了，但无风不起浪啊。他刚买的新车哪来的钱？是不是就有问题了？我的手指在颤抖，往下翻，还有人贴出了我的照片，是我在小区里走路的背影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拍的，就是这个人，3栋802的。大家注意点，贵重物品锁好，要不要联名让他搬走？这种人不配住我们小区。我的血直冲头顶。张叔，这些都是谣言，沈旭报假警，警察可以作证。老张点点头，但眼神里仍有疑虑。张先生，我是信你的，但沈旭那姑娘哭得挺可怜的，不少人都信了。我把手机还给老张，深呼吸，谢谢张叔，我会处理。往3栋走的路上，我刻意放慢了脚步，观察每一个遇到的人，大多数人都避开我的目光，也有几个直勾勾地盯着我，眼神里有审视，有怀疑，有好奇。一个人说你是小偷，可能没人信；10个人说，就有人开始怀疑；100个人说，你就成了真的小偷。人性如此。走到家门口，我发现门把手上贴着一张纸条：小偷，滚出我们小区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像是用左手写的。我撕下纸条，揉成一团，开门进屋，反锁，靠在门上，闭上眼睛。家，这个本该最安全的地方，现在也让人不安。手机震动，是江飞。园子，我刚到你们小区，你在家吗？在。怎么了？我给你带点东西。开门。几分钟后，江飞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一袋啤酒和一些熟食。看你这样子，就知道没吃饭。他熟门熟路的进来，把东西放在餐桌上。先吃饭，边吃边聊。江飞是我大学同学，现在在律师事务所工作，为人仗义，脑子也活。我们开了啤酒，坐下，我把今天发生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，包括派出所的经过、沈眠的电话、物业经理的消息，还有业主群里的谣言。江飞听着，眉头越皱越紧。这事不简单。他喝了口啤酒。如果沈旭真的有精神病，那他姐姐应该第一时间联系你，而不是等事情闹大了才打电话。你的意思是，沈眠可能也在说谎？我想了想，确实有道理。如果沈旭真有精神问题，家人应该早就采取措施，而不是让他在小区里到处借钱，环抱假警诬陷邻居。还有那个陌生男人。江飞继续说，沈旭带他进小区，在你楼下转悠，这太可疑了。物业说拍到了照片，但看不清脸。能搞到监控录像吗？我摇摇头。物业说只能提供给警察。江飞想了想，那我们就自己查。怎么查？沈旭不是到处借钱吗？都找谁借了？借了多少？为什么借钱？这些问题总有人知道。我明白了他的意思，你想找那些借给他钱的邻居聊聊。对，谣言是从他们嘴里传出去的，我们也能从他们嘴里问出真相。我有些犹豫，现在他们都在传我是小偷，谁会愿意跟我说话？江飞笑了，所以得讲究方法。你不行，但我可以。我是律师，就说在调查一桩民事纠纷，需要取证，他们不敢不说实话。我想了想，这确实是个办法。但沈旭现在在哪？从派出所出来了吗？我打听过了，他中午就被家人接走了。警察认定他有精神问题，要求家人严加看管，并接受治疗。接走了？回小区了？应该没有，他姐姐带他走了。但江飞顿了顿，我来的路上看到沈旭家的灯是亮着的。我心头一跳，他回来了。
或者有人在他家。我们同时看向门口，沈旭家就在我对面，803。如果他真的回来了，或者他家真的有别人，那今晚可能不会平静。先吃东西，江飞说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应付。我们默默吃饭，大耳朵都竖着，听着门外的动静。8点，走廊里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但在安静的夜晚格外清晰。脚步声停在了803门口，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门开了又关上。我和江飞对视一眼，是他吗？我小声问。不知道，但有人进去了。江飞走到门口，透过猫眼往外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招手让我过去。我凑到猫眼前，走廊里空无一人。803的门紧闭。看到什么了？没看清，只看到一个人影，穿着深色衣服进了门。男的女的？太暗了，分不清。我们回到餐桌，要不要报警？我问。江飞摇摇头。现在报警说什么？说邻居回家了，警察不会管的。但万一是那个陌生男人呢？就算是，他也是在沈旭家里，我们没证据证明他做了什么。江飞说的对，我们只能等。9点，我的手机响了，又是陌生号码。这次我开了录音才接起来。张元启吗？是个男人的声音，低沉，有些沙哑。您是哪位？我是沈旭的丈夫，赵健。丈夫？沈旭有丈夫？我从来没听说过。你有什么事？我想跟你谈谈关于我妻子的事。我们没什么好谈的。你妻子诬陷我偷钱，还在小区造谣，这件事我已经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。我知道，对不起。赵健的声音听起来很疲惫。我老婆有病，她控制不了自己。我们愿意赔偿你的损失，只求你放过她。又是这一套，和沈门的说辞一模一样。赵先生，如果沈旭真的有精神问题，你们作为家人，为什么没有及时送医？为什么要让他在小区里到处借钱，环抱假警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张先生，有些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，我们能见面谈吗？我就在你小区附近。我看向江飞，他点点头，用口型说：“让他来，我在，可以，但你只能一个人来。”好，15分钟后，小区门口的咖啡厅见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江飞：“你怎么看？”去看看。江飞说：“我跟你一起，但我不露面，坐在旁边。如果有什么不对劲，我会报警的。”15分钟后，我们到了小区门口的咖啡厅。江飞找了个角落的位置，背对着门口。我坐在靠窗的位置，等赵健。9点10分，一个男人推门进来，40岁左右，中等身材，穿着灰色夹克，脸上有明显的疲惫。他扫视了一圈，朝我走了。张先生，是我，你是赵健。他点点头，坐下。服务员过来，他要了杯水。张先生，首先，我代表我妻子向你道歉。赵健开门见山，她有病，严重的精神分裂症。半年前，她丢了工作，又查出子宫肌瘤，需要手术。我们家的积蓄都花光了，她还坚信自己有20万现金，说是她母亲留给她的遗产，但实际上并没有这笔钱。没有。赵健摇头，她母亲早就去世了，什么都没留下。那20万是她幻想出来的。那他为什么盯着我？为什么说我偷了他的钱？赵健的眼神闪躲了一下。这个可能是巧合吧。你刚买了新车，他可能觉得你有钱，就把幻想投射到了你身上。这个解释很牵强，但我没打断他，等他继续说。张先生，我们愿意赔偿你的名誉损失，5000块，你看行吗？我们也没多少钱了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5000块，诬陷我投20万，造谣让我在小区里抬不起头，就值5000块。赵先生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我说，你妻子在小区里到处说我偷钱，现在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小偷，这不是5000块能解决。那你要多少？赵健的语气突然变了，带着一丝无奈。我要的不是钱，是澄清。你们需要在业主群里公开道歉，说明真相，还我清白。这个……赵健犹豫了。如果我妻子公开道歉，就等于承认她有精神病，那以后她还怎么在这个小区住？那她诬陷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怎么在这个小区住？我的声音提高了些。咖啡厅里有人看过来，赵健连忙压低声音：“张先生，冷静点，我们可以用其他方式补偿你。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们给你1万，你搬出这个小区，换个环境，对你也好。”让我搬家，就因为他们诬陷我，我还得自己搬走，这是什么道理？赵先生，我不会搬家的，我要的是真相和道歉。如果你做不到，那我们只能法庭见了。我站起来，准备离开。等等。赵健抓住我的胳膊，他的手很用力，眼神里有一丝。张先生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1万块不少了，真要闹上法庭，你也未必能赢。精神病患者的证词
法庭不会采信，而且你有证据证明你没拿钱没？我甩开他的手，你这是威胁。我只是在说事实。赵健也站起来。我妻子有病，法律会保护她，而你，一个正常人跟一个病人计较，说出去也不好听吧？我终于明白了，他们根本不是来道歉的，是来威胁我，让我闭嘴，拿钱走人。赵先生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，但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转身要走。张元启，赵健在我身后说：“你别后悔。”我没回头，径直走出了咖啡厅。江飞跟了出来，都录下来了。他晃了晃手机，包括最后那句威胁。现在怎么办？我问。先回家。江飞说：“明天我去查查这个赵健的背景，还有我联系了一个在精神病院工作的朋友，问问沈旭的病史。”我们往回走，快到小区门口时，江飞突然拉住我：“你看那边。”顺着他的目光，我看到小区对面的便利店门口站着一个男人，戴着帽子，低着头，正在抽烟，身形和物业经理描述的陌生男人很像，是他吗？我小声问。不确定，但很可疑。我们放慢脚步，假装聊天，观察那个人。他似乎注意到了我们，掐灭烟，转身走进了便利店。要不要跟进去？我问。江飞摇摇头。太明显了，我们回家，从窗户看。我们快步走回小区，上了楼，进屋后，江飞去卧室的窗户边，那里能看到便利店。我则站在门口，通过猫眼看着对面803的门依然紧闭，但门缝底下透出一丝光，有人在里面。便利店那个人不见了。江飞从卧室出来，可能走了，也可能还在里面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沈眠。赵先生，我弟弟是不是去找你了？你弟弟赵健？对，他是不是威胁你了？张先生，你别听他的，他也不是什么好人。我愣住，什么意思？赵健和我妹妹早就分居了，他在外面欠了很多赌债。这次他来找你，不是为我妹妹，是为他自己。为他自己？他听说我妹妹在小区里说你偷了20万，就想借这个机会敲诈你一笔。张先生，你千万别给他钱。信息量太大，我一时消化不了。沈女士，你们家到底怎么回事？能不能给我一个准话？电话那头传来叹气声。张先生，我们家的事很复杂，我妹妹确实有精神问题，但赵健更危险，他现在就想要钱，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，你小心点。他现在在哪？还在小区吗？我不知道，他下午从我这里拿了我妹妹家的钥匙，说要去拿点东西，但我怀疑他是想去找你。挂了电话，我看着江飞，赵健可能还在小区里，而且他有803个钥匙。江飞补充，我们同时看向门口，如果赵健有钥匙，那他可能随时会进803，也可能刚才进去的那个人就是赵健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很轻，但越来越近，停在803门口。钥匙转动的声音，门开了。我和江飞屏住呼吸，听着外面的动静，但接下来没有关门声，反而是脚步声朝我家门口走来，停在了门外。1秒、2秒、3秒，门把手转动了一下，我家的门把手，有人在试图打开我的门，我浑身的血液都凝固了。门把手又转动了一下，力度更大。我看向江飞，他示意我别出声，自己轻手轻脚挪到门边，猫眼被遮住了。外面的人显然知道从里面能看到谁，我压低声音问。门外没有回应，只有粗重急促的呼吸声。紧接着脚步声快速远去，我立刻通过猫眼看出去，只看到一个深色背影消失在楼梯口。他跑了，我说。江飞轻轻打开门，走廊空无一人，803的门虚掩着，里面透出灯光。我们走过去推开门，客厅一片狼藉，椅子倒地，抽屉全被拉开，东西散落一地，明显被人仔细翻找过。有人在这里找东西。江飞轻声说。我们小心走进去，两室一厅的格局和我家一样，只是装修更久。卧室门敞开，里面同样混乱，衣柜门敞着，衣服扔了一地，床垫被掀开一半。找什么呢？我自言自语。江飞在客厅桌上拿起一个药瓶，看了一眼说：氯丙嗪，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。原来沈旭确实有精神病，可眼前的场面绝不像是病人自己弄出来的，更像有人趁他不在入室搜查。要不要报警？我问。江飞摇头。报警怎么说？邻居家被翻乱，但门锁没坏，警察只会认为是主人自己弄的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先出去，别破坏现场。退回走廊，轻轻带上门，回到我家。江飞脸色凝重。园子，我们可能卷进麻烦事里了。什么麻烦事？沈旭有精神病，丈夫赵健欠赌债，他姐姐说话吞吞吐吐，这一家子都不简单。我叹了口气，我只想恢复平静生活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江飞看着我。赵健欠了巨额赌债，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。你刚买新车，
在他眼里就是肥羊。我无力地靠在墙上。我刚买车，存款快见底了，算什么肥羊？别人不知道。江飞语气严肃。你开新车，他就认定你有钱。这种人不会放过任何机会。那搬家？搬家没用，你越躲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。我们必须主动出击，查清赵健和沈旭的底细，掌握信息，才能保护自己。我只能点头同意。那晚，江飞睡在我家沙发，我们轮流守夜，一夜无事。第二天早上，我被物业经理的电话吵醒。张先生，凌晨2点左右，监控拍到一名陌生男子从3栋消防通道离开，很像你说的那个人。他一直低头戴帽，没正面，但手里拎着一个沉甸甸的包，从8楼下来，出小区上了一辆黑色轿车，车牌被挡住。挂了电话，我立刻把情况告诉江飞，他立刻出门去查那辆车，我则去邻居家打听昨晚的动静。我先敲开对门赵阿姨的门，她眼睛红肿，神色慌张。我问起803的动静，她一开始否认，犹豫半天后压低声音说：昨晚11点多，我听见803有一男一女吵架，为了钱，女的问钱在哪，男的说不知道。凌晨2点，我还听见走廊有很轻的脚步声。安抚好受惊的赵阿姨，我又敲了几户邻居，大多不愿开门，只有楼下702的老大爷说，昨晚楼上持续有人走动，声音很久。中午江飞回来，脸色很难看。那车是租的，租车人叫刘明，有敲诈勒索前科，刚出狱不久。我托人查了，刘明和赵健是狱友，一起蹲过牢。我心里一沉，赵健欠赌债，找了狱友刘明，两人合伙盯上了我，或者盯上了沈旭嘴里那笔不存在的20万。现在报警。江飞果断说，私闯民宅，威胁恐吓，足够立案。我们立刻赶往派出所，找到王警官，把所有情况详细说明。王警官越听神色越严肃，认真记录后告诉我们，我们会立刻调查，但沈旭的姐姐沈绵刚报案，说沈旭失踪了。失踪？我愣住。对，沈绵说昨晚把沈旭安置在宾馆，今早人不见了，手机关机。从派出所出来，江飞接到朋友电话，挂了之后脸色更沉。我查到沈旭病历了，他确实有精神分裂，但已经稳定2年。3个月前突然停药，医生备注，他说是经济困难，付不起药费。停药前最后一次复诊，他告诉医生，赵健逼他出去借钱，不借就打他。赵健家暴，我浑身发冷。是，沈旭不让医生报警，说自己能处理。一个被家暴、停药3个月的精神病人，一个赌债缠身、不择手段的丈夫，一个有前科的狱友，再加上一笔谁也没见过的20万，所有线索凝成一团死结。我们回到小区，布告栏前围满了人，中间贴着一张寻人启事：沈旭，女，38岁，患有精神疾病，身穿蓝色外套，走失失联，联系人沈明、赵健。人群看见我，议论声戛然而止，所有目光带着怀疑、审视、恐惧落在我身上。不是我，我声音干涩，没人回应，所有人默默后退，和我拉开距离。我再一次成了众矢之的。回到楼上，我家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条，交出钱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江飞拿出证物袋，拍下纸条收好。他们越来越嚣张了，警察需要时间。今晚我们不能住这里，去我家。我简单收拾衣物和重要物品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家。半个月前，我还在为新车兴奋，如今这里已成是非之地。电梯下行，6楼停下，5楼的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进来，看见我立刻把车往后缩，紧贴电梯壁，眼神警惕。电梯里一片死寂，到1楼她几乎是冲了出去。别在意，清者自清。江飞拍我肩膀，可在谣言面前，清白最是无力。走到小区门口，我们遇上沈绵，她憔悴不堪，眼睛红肿，冲上来抓住我。张先生，你见过我妹妹吗？她有病，不吃药会出事的。我轻轻挣脱，我没见过，你该问赵健，他昨晚去找过沈旭。沈绵脸色骤变，慌忙拨打电话，却始终无人接听。他不接，他为什么不接？赵健到底想干什么？我追问。沈绵眼泪掉下来。他欠了高利贷，疯了一样要钱。他说旭旭藏了20万，可我知道那根本不存在，只是旭旭生病后的幻想。但他信了，走投无路，什么都敢做。所以他和刘明合伙，想敲诈我。沈绵低下头，默认了。你在这件事里扮演什么角色？江飞问。我想保护我妹妹，可我怕赵健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。沈绵声音发抖。旭旭昨晚自己离开宾馆，他应该是去找那笔幻想中的钱了。线索彻底中断，一个精神病人寻找不存在的钱，2个赌徒寻找病人和钱，而我，一个无辜邻居，被卷在中间，成了最大嫌疑人。
去往江飞家的路上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沈旭，我立刻接通，打开录音。张元启，他声音飘忽微弱。沈旭，你在哪？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姐姐在找你，很担心你。我姐姐，她不是和赵建一伙吗？他们都想抢我的钱。沈旭突然激动。我知道钱在哪，我谁都不告诉。沈旭，你需要吃药，需要看医生。我没病，有病的是你们。你也想抢我的钱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开车带我？为什么让我坐你的车？我只是想帮忙。骗子，都是骗子。去往江飞家的路上，我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沈旭，我立刻接通，打开录音。张元启，他声音飘忽微弱。沈旭，你在哪？我在一个安全的地方。你姐姐在找你，很担心你。我姐姐，她不是和赵建一伙吗？他们都想抢我的钱。沈旭突然激动。我知道钱在哪，我谁都不告诉。沈旭，你需要吃药，需要看医生。我没病，有病的是你们。你也想抢我的钱？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开车带我？为什么让我坐你的车？我只是想帮忙。骗子，都是骗子。电话被猛地挂断，再打过去已关机。江飞听完录音皱眉，典型被害妄想。他只坐过你的车一次，却在记忆里被无限放大。很可能刘明也开车带过他。赵建和刘明一直在利用他指认目标，再实施敲诈。你只是其中一个。晚上10点，我们得到消息，沈旭曾独自去精神病院开药，自称有朋友照顾，而那个朋友的特征完全符合刘明，他被刘明控制了。我站起身，我知道他在哪，小区地下停车场，那是他最后看见我拿黑袋子的地方，对他来说最重要。江飞点头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夜里的停车场寂静昏暗，我们躲在柱子后等待。没过多久，2道身影从入口走来，正是沈旭和刘明。沈旭穿着寻人启事上的蓝色外套，径直走到我的车旁蹲下摸索。刘明在一旁不耐烦催促，快点，到底在哪？就在这里，他放进去的。是这辆车。是。刘明掏出工具准备撬车，我和江飞立刻走出，江飞同步报警。住手！刘明猛地起身，手里多了一把匕首。别过来！沈旭看见我，眼神错乱。钱。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我的钱。你把我的钱藏哪了？沈旭，车里没有钱，你被骗了。不，我亲眼看见的。刘明气急败坏，推了沈旭一把，去开车门。沈旭撞到车上，突然崩溃尖叫。没有了，钱不见了，被人拿走了。刘明一脚踹在车上，车辆警报刺耳响起，远处警笛声由远及近。刘明慌不择路逃跑，刚冲几步就被埋伏的警察按倒在地。王警官走过来，赵建已经抓到，全交代了。沈旭在女警安抚下渐渐平静，眼神空洞，像个无助的孩子。王警官告诉我们，赵建利用沈旭的病情，故意停掉他的药，不断洗脑说他藏了20万被人偷走，再指使他指认小区里看起来有钱的住户，实施敲诈，目标不知为何。而沈旭在派出所指认我拿黑袋子，完全是赵建教的。那天我从证券公司出来，手里拿着文件袋，在他们眼里就成了装钱的黑袋子。所有误会，所有恐惧，所有恶意，终于真相大白。3天后，警方通报贴满小区，我彻底洗清冤屈。邻居们看我的眼神恢复正常，赵阿姨特意送来水果道歉，生活看似回到正轨，可我心里已经变了。我卖掉那辆新车，哪怕亏本。然后我搬家了。离开那天，在电梯里遇到沈莲。张先生，对不起。他神色诚恳。旭旭在医院治疗，按时吃药会慢慢恢复。赵建托我跟你说一声，对不起。我轻轻点头，都过去了。有些伤害，一句对不起抹平不了。我的新家在一个老小区，邻居大多是老人，和善有礼，又保持恰当距离。经历过这一切，我终于明白，善良可以有，但必须有底线。人与人之间，界限感最珍贵。3个月后，我收到法院传票，作为证人出庭。赵建、刘明涉嫌敲诈勒索、非法拘禁、教唆犯罪，证据确凿，当庭宣判。法庭上，我平静陈述事实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怨恨，只有陈述。庭审结束，赵建律师转达他当面道歉的请求，我摇头拒绝。太迟的道歉没有意义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正好，江飞在门口等我。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有什么感想？我望着街道，轻声说：人要守好自己的底线，别人的事少掺和。江飞笑：你这是吃一堑长一智。我们并肩慢慢往前走，那些荒诞、惊悚、让人窒息的日子终于彻底过去。
留下的是教训，是成长，是往后余生安稳清醒。路过一家银行时，我看见一个男人提着黑色手提袋快步走向停车场。我停下脚步，看了很久。怎么了？江飞问。我轻轻摇头，继续往前走。没什么，都过去了。